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？心里觉得好苦，觉得满腹委屈，于是你找了身边最信任的朋友或者最亲近的家人，把心里的苦水一股脑的全都倒了出来。从小到大，大家都告诉我们，说出来就好了，重量分给别人一些，心里就轻松了。大家都劝你不要一个人死撑着，你以为向别人倾诉是在减轻痛苦。但今天我想残酷地戳破一个假象，没有人告诉过你，其实每一次的诉苦都可能是在亲手把自己的命运越绑越死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冷酷，对吧？也许你现在眉头皱了起来，心里有点抗拒，甚至想反驳我。没关系，请你先深呼吸，把这个真实的反应留在心里，因为接下来你将要看到的绝对不是一碗劝你要坚强、要看开的心灵鸡汤。我要为你揭开的是一段被时间掩埋的佛门秘密，一个关于人性、苦难与命运之间最隐秘关联的真相。从小我们学会的是痛了就要喊，苦了就要找人说，但从没有人告诉你，这背后藏着一个你从未察觉的巨大陷阱，而这个陷阱很可能就是你人生中某些死结一直打不开，某些痛苦一直放不下的真正原因。如果你现在的生活里刚好有某一个结一直困扰着你，或者有某一种苦让你觉得几乎快要扛不住了，请你现在就在留言区打上这8个字：苦乐自度，顺遂无忧。让我们一起用这8个字形成一个善的磁场，让这份愿力陪伴你走过接下来的每一分钟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看下去。佛陀在法句经里说过这样一句话：自己是自己的庇护，自己是自己的依靠。就像商人驯服良马，智者应当调服自己。这句话读起来很简单，但在这背后其实藏着一套极其深刻的宇宙法则，也就是佛学里常说的4个字：苦乐自受。提到苦，很多人以为只是单纯的心里难受或是痛苦，但在佛学里，苦的本意更像是一种不圆满，一种永远无法持续的满足。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之后，他直接点破了一个我们所有人终其一生都在逃避的事实，那就是生命的本质就是苦。这听起来很悲观，对吧？但请注意，他紧接着说的第2句话才是整个佛法里最核心的秘密。他说，苦是有原因的，而那个原因从来都不在别人身上。苦乐自受这4个字出现在增一阿含经和杂阿含经等多部经典之中。请你记住，它描述的从来都不是一种要你认命的哲学观点，它其实更像是一条业力运作的物理定律，就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。这条定律告诉我们，你现在所经历的苦全都来自你自己过去的思维、选择还有执着。同样的，你所拥有的快乐也是来自你自己的内在状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个外部的人或是外部的事情能够真正决定你的苦与乐。这个道理听起来很棒，对吧？但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真正活出这个道理呢？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导的观念刚好是完全相反的。故事发生在唐朝中期，大约是西元8世纪的江南。那个年代的江南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诗情画意，丝绸贸易的兴盛的确让一批商人迅速累积了财富，但同样的繁荣也带来了极为激烈的竞争，合作的背叛，商业的倾轧，人情冷暖的落差，每天都在真实的上演着。在苏州城外的一条商业街上，有一个叫做陈修然的年轻商人，他的故事后来被一位僧侣记录在一份私人的手稿里，辗转流传到了今天。陈修然出身普通，
靠着自己几年的苦心经营，在苏州开了一间布匹店，生意做得有声有色。他这个人聪明勤快，但他有一个习惯，是他从小养成却从来没有人指出来过的致命伤，那就是他非常喜欢诉苦。那不是一种无病呻吟的娇气，而是一种骨子里的倾诉本能。只要遇到不顺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找人说。生意上被人压价，他跑去找老朋友诉苦；伙计犯了错，他去找妻子抱怨；就连天气不好导致货物受潮，他都能在茶馆里拉着陌生人叹气，叹上整整一个下午。他觉得说出来就舒服了，他觉得只要有人听他说，心里的重量就少了一些，因为他够真诚，够义气。起初朋友们会认真安慰他，会出主意，甚至会陪他一起骂那些对他不好的人。但时间长了，一件微妙的事情悄悄开始发生。渐渐的，有些朋友开始找借口不赴他的约了，有些人勉强来了，但眼神开始飘移，回应越来越敷衍。还有一次，陈修然无意间听到两个熟人在背后说他，这个人啊，见到他就头疼，每次都是一堆抱怨，跟着他都感觉要倒霉。这句话狠狠刺进了陈修然的心里，他不明白为什么，他觉得自己只是真实，只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难道这有什么错吗？那年他32岁，命运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生意突然遭遇了一场大变故，他的主要合作伙伴因为家族矛盾突然停止了供货，同时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更便宜的竞争者，把他的客源抢走了大半。短短3个月，他的店就从获利变成了严重的亏损。极度的恐慌下，他开始疯狂地找人说话，找老朋友，找邻居，找茶馆里的商人，甚至找寺庙里给香客算命的老居士。他把自己的处境、自己的委屈、愤怒和恐惧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不同的人听。每次讲完，当下好像舒服了一点，但第二天醒来，那种沉重感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像是在心里又多扎了几根刺。他的生意继续恶化，他的交友圈开始彻底疏远，他的妻子看着他只剩下沉默，而他的夜晚开始被各种绝望的念头填满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努力倾诉，那么努力寻求安慰，事情却越来越糟糕。命运其实准备好了一个答案给他，只是那个答案他当时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。那是深秋的一个傍晚，陈修然一个人走在寒山寺外的石板路上，他刚刚结束了一次让他极度绝望的谈话。他去找一个最好的朋友倾诉，但那个朋友听了不到15分钟，就找了个借口把话题转移了。陈修然站在寒山寺的山门前，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比贫穷更难受的东西，那就是彻底的孤独。不是没有人陪，而是发现就算有人陪也没有任何用。他鬼使神差地推开了山门，走了进去。他在一棵老银杏树下坐了下来，不知道在等什么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老僧走过来，在他旁边站定。老僧没有看他，而是仰头看着那棵银杏树，淡淡地说了一句话：施主，你把苦带到哪里去了？陈修然愣了一下，以为老僧在跟别人说话，他苦笑了一下，说：大师，我没有把苦带到哪里去，我的苦一直都在。老僧这才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说：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带着他到处走。陈修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但他没有走开，而是把这几个月的遭遇一股脑地向这个陌生老僧诉说。令他意外的是，老僧没有安慰他，没有出主意，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，他只是静静地听着。然后在陈修然说完之后，问了一句：你说这么多苦
减少了吗？陈修然张了张嘴，想说有一点点，但话到嘴边，他停住了，因为他突然意识到，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老僧看着他，你来我这里诉苦之前，去找了多少人说过同样的话？陈修然数了数，大概10几个人。老僧点了点头，那苦减少了10几分之一吗？这句话像一颗石头丢进了陈修然心里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摇了摇头。老僧递给他一串念珠，要他明天再来。接下来的3天，老僧没有给他任何神奇的解决方案，只是不断地用问题把他推向一个他一直在逃避的方向。老僧问，当你诉苦的时候，你在期待什么？陈修然说，期待对方理解我，帮我解决问题。老僧反问，如果对方理解了你，苦就消失了吗？如果别人帮你解决了眼前的问题，新的苦就不会来了吗？陈修然想起了那些朋友，苦还是在一波一波的涌来。他摇摇头。老僧看着他的眼睛，问出了最致命的一个问题，那么你每一次诉苦真正在做的是什么？陈修然陷入了极深的沉默。很久很久以后，他听到自己说出了一句连他自己都没预料到的话，我在证明自己是对的。陈修然感觉胸腔里松开了一个口。每次我诉苦，我都在告诉别人，我的苦是因为外面那些人和事，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做错什么，我在找证人。老僧静静地说，是的，你在找人替你承认，你的苦不是你自己的，因为苦是有重量的。你以为你在分担，其实你在转移，但苦从来不会因为转移而消失，它只会换一个容器，然后再流回来。老僧接着说了一段无比深刻的话，他说，每一次你把苦说出口，就像在一块石头上刻字，你每说一次，就在脑子里强化一次，刻了几十次，那个字永远刻在那里，再也磨不掉了。苦不怕被说出口，它怕的是被你看透，被你自己看透，而不是被别人看见。陈修然终于明白了，他一直想逃脱这个苦，他把苦推给别人，让别人替他承认这是外在的错，这样他就可以告诉自己，我不需要改变，我只需要等外面改变。但他懂了，用诉苦来减轻苦，就是在用苦求苦。半年后，陈修然的生意没有奇迹般的好转，但他整个人变了，他开始能够用一种平静去面对每一个问题。1年后，他的生意重新站了起来，而那些曾经疏远他的朋友也重新靠近他，因为他身上多了一种让人觉得安全的稳定感。但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，命运给了他一次真正的考验。他40岁那年，妻子重病，花光了他重新累积起来的所有积蓄，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。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面对一种完全不知道如何承受的苦，不是生意的失败，不是人情的冷暖，而是死亡。他回到了寒山寺，那位老僧还在，陈修然坐在他旁边，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说，大师，我这次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老僧没有问他发生了什么，只是说，你来找我是来诉苦的吗？陈修然想了想，说，不是，我只是想在这里坐一会儿。2个人就这样坐着，银杏树的叶子又在落，和8年前一模一样。坐了很久之后，老僧说了一句话，就这一句话，陈修然把他带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。老僧说，你妻子的苦，她自受了，你的苦，你自受，受完了就放下，放不下的继续受，直到受完为止。没有哪一种苦是永远受不完的，除非你自己不肯放手。陈修然听完没有说话，眼泪流了下来，不是因为伤心，
而是因为这句话让他感觉心里那个被挖走的洞第一次有了一个轮廓，有了一个边界，不再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而是一个他可以承受的空间。这才是苦乐自受最深的意思，不是要你冷漠，不是要你压抑，而是告诉你苦是你的，所以你才有能力去承受它，去消化它，最终放下它。如果苦是别人的，你就永远只能等别人来解决它，而别人永远做不到。很多人听到苦乐自受，第一个反应是，这不就是在说我活该吗？受苦是因为我自己造的业，所以只能自己承受。这种理解方式非常常见，但也非常危险。请记住，佛陀从来没有说苦是一种惩罚，业力从来就不是一个审判系统，它是一个回馈系统，它更像是物理学里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而不是法院里的定罪与量刑。苦乐自受这4个字，真正的重心不在苦，也不在乐，而是在那个自字。自意味着主权，意味着你就是这一切的主人。当现实和你的期待产生了落差，苦就产生了。这个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，就住在你的意识里，它不在那个让你失望的人身上，也不在你去倾诉的那个朋友的耳朵里。所以，当你把苦说出口，你在意识的层次上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在用语言把那个已经存在于你意识里的苦重新描述了一遍。而在科学上，这叫做记忆在巩固。每一次回忆都是一次重新写入，每一次你把苦说出口，你的大脑就把相关的记忆、情绪、痛觉重新调取出来，再激活一次，就像是在一个快要结痂的伤口上反复的去抠抓它。你以为你在释放压力，实际上你在每次说出口的过程里，都把那段痛苦的神经回路刻得更深了一分。更隐秘的是，当你向别人诉苦，你隐含的潜台词是，我的苦是因为外面的某人某事产生的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在外面。这个逻辑一旦被你接受，哪怕只是潜意识里的接受，你就把对自己生命的主权拱手让给了外部世界，你就变成了一个只能等待别人改变才能解脱的人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。佛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习气，意思是长期熏染所形成的心理惯性。当诉苦成为一种习气，你只会觉得我就是需要找个人说说话，而不会意识到这个需要本身就已经是苦的一部分了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问几个问题，这也是大家最容易产生的误区。第一个误区，不诉苦是不是就等于压抑？是不是就要把苦憋在心里，假装没事？绝对不是。压抑是把苦推到深处，假装看不见。诉苦是把苦推给别人，让别人见证。而真正的自受，是让苦就在你的意识里，安静的被你看见，不去抓它，也不去推它。第二个误区，那我是不是不需要朋友了？错了。苦乐自受不是要你变成一座孤岛，你可以和朋友分享经历，请教建议，共同思考解决方案，但这跟把苦水倒给对方是完全不同的事。前者是我有个问题，我们一起看看，后者是我好痛苦，你来帮我分担。两者的出发点截然不同。第三个误区，心理咨商不也是说出来吗？心理咨商的倾诉发生在一个有专业框架的安全空间里，治疗师接收了你的苦之后，会引导你觉察、重组叙事、看到模式。这跟你坐在咖啡厅里跟朋友抱怨2个小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最后一个也是最普遍的误区，道理我都懂，但我就是做不到啊。懂道理和活出道理之间有一条很宽的鸿沟，这条鸿沟不是靠看更多的影片、听更多的道理来填满的，
它是靠你每一次当苦来临的时候，你做了什么来决定的。如果你懂了苦乐自受，但苦一来，你还是第一时间拿起手机找人抱怨，那这个懂是没有重量的，它只停在你的脑子里，还没有走进你的命运里。那么，我们到底该怎么把这个道理落实在生活中呢？接下来，我要教你3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。第一步叫做观苦。下次当你感觉到委屈、愤怒、焦虑，或者那种好想找个人说说话的冲动出现时，先不要行动，请你先给自己暂停3分钟。在这3分钟里，你在心里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个苦它在哪里？它是什么形状的？它在告诉我正在执着什么？这3个问题不需要你立刻找到答案，它们的作用只是把你的注意力从外部的人事物拉回到你自己的内心。很多时候，当你真的开始观察，你会发现苦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大，因为它很大一部分是你对它的解读，而那个解读在你静静观察它的时候就会开始松动。第二步叫做沉苦，让苦真实的存在于你的感知之中，不逃跑也不转移。这一步听起来很抽象，但其实很简单。你可以用身体作为锚点，当你感到心里有苦的时候，请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体的感受上，感受一下你的胸口是紧的还是松的，你的呼吸是浅的还是深的，你的胃部有没有收缩，手脚是不是冰凉的。用身体的感受来感知苦，而不是用大脑的思维去分析苦，因为用思维分析苦往往会让你绕进叙事的循环里，在脑海里反复讲同一个受害者的故事。但身体的感受是当下的，是即时的。当你把注意力放在身体上，你就把自己从故事里拉了出来，回到了此时此刻。第3步叫做化苦，请记得这一步不是要你刻意去做什么，而是在前面2步都完成之后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。当苦被你真实的观察了，真实的承受了，它就开始转化，它会从一个坚硬的固体慢慢变成液体，最后变成气体，慢慢的散开。因为苦的维持需要你不断的用能量去抵抗它，逃避它。当你停止抵抗，当你真的让它待在那里，它所依附的那个张力就瓦解了。这个转化有时候是顿悟式的，你突然就想通了；有时候是渐进式的，某一天你回头看，发现那个曾经压得你喘不过气的东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得很轻，很轻了。这个过程快慢因人而异，不需要着急，也不需要设定期待。化苦本身就是一种无法用力的事，你越是用力，反而越慢。最后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误区，那就是千万不要把不诉苦当成一种优越感。不要觉得我不诉苦了，所以我比那些爱抱怨的人更有智慧，更高级。如果你心里出现了这个念头，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件事。因为一个真正领悟了苦乐自受的人，是不会对别人的诉苦产生批判的，他会产生的是深深的悲悯。他会知道那个正在他面前喋喋不休拼命诉苦的人，就和当年的那个自己一模一样，他们只是还没有找到那把解开苦痛的钥匙而已。影片到了尾声，我想对你说，关于沉默这件事，最难的其实从来都不是闭上嘴巴，而是在沉默里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。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习惯这件事，我们在任何一个安静的空间里，第一个反应都是找手机，找声音，找人说话。因为真正的安静会让我们被迫面对一些我们不想面对的东西，那些没有处理完的伤痛，那些我们一直在逃跑的念头，
那些我们用不停说话来掩饰的空洞。但是，请你相信我，那些东西就是你，它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你还没有完成的功课，是你还没有穿越的暗夜，是你还没有放下的执着。只有当你愿意停下来，在那个安静里待着，不逃跑，不转移，不找别人替你承担的时候，你才真正开始认识自己，你才真正开始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。佛陀的意思从来不是要你变得冷漠，变得无情，变得要一个人去对抗整个世界。他的意思是，你本来就有那个力量，你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承受苦的人，不是因为你多坚强，而是因为那个苦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。没有任何人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。当你把生命的主权拿回来，一件奇异的事情就会发生。你会发现，你不再需要别人来理解你了，因为你开始理解你自己了。你不再需要别人来认可你的苦，因为你已经接受了它。你发现，当你真的愿意承担它的时候，它反而变轻了。这不是冷酷，这是一种非常深的温柔，是对自己的温柔，对苦的温柔，也是对整个生命的温柔。法句经里有一句话，我今天把它送给你：水滴虽微，渐盈大器。小小的水滴，一点一滴，最终也能装满巨大的容器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苦。不要以为小小的一次诉苦无关紧要，每一次习惯的累积都在决定你是那个把命运拱手让人的人，还是那个把钥匙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的人。苦乐自受不是一句安慰你的话，更不是一句谴责你的话，而是一句告诉你你比你以为的更有力量的话。所以，你愿意把那把钥匙拿回来吗？如果今天的这支影片让你有任何一点点触动，哪怕只是一小点，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现在手里握着的是哪一种形状的苦。写下来不是要你诉苦，而是让你用文字第一次用你自己的眼睛清清楚楚地看着它的形状。有时候清楚地看见就已经是放下的开始了。也请大家在留言区留下这8个字：苦乐自度，顺随无忧。让我们用善言为彼此祈福，在这里凝聚一个充满力量与慈悲的磁场。我是陪你修心养性的老朋友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